25岁的女留学生离奇失踪，被发现时呢，她已经变成了冰冷的尸体。然而，谁都没有想到，残忍杀害她的凶手，竟然是每天和她同桌吃饭、朝夕相处的亲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今天我们来讲澳大利亚冷梦梅案。案件发生在澳大利亚新威尔士州的麦莫拉湖国家公园，这里的喷潮口悬崖呢，既是一个难得的景点，同时也非常的危险。之前呢，已经发生过20多起的坠崖事件了。2016年的4月24日清晨，一对游客夫妇在海边跑步，他们惊恐地发现海面上漂浮着一个被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物体。当警方打捞上来之后呢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那是一具全身赤裸的亚裔女性遗体手腕和脚腕呢都有被捆绑的痕迹，身上总共有31处刀伤，致命伤呢是喉咙处的一道深达40毫米的刀伤。左手有9处伤口，右手和手腕呢有2处伤口，显示出他生前是有防卫行为的。警方推测这是一起他人谋杀事件，因为长时间泡在海水里，遗体已经面目全非了。警方呢用电脑技术合成了受害者生前的样貌。第二天，也就是2016年的4月25日，张访和她的丈夫巴利特来到了警局报警，声称自己的侄女冷梦梅已经失踪超过4天了，希望警方能够帮忙寻找。根据张访提供的信息，侄女冷梦梅呢从来都没有在外面过过夜，而且冷梦梅不会开车，如果需要出行的话，肯定会使用公交车卡的。但是呢，她的公交卡并没有被使用的记录。警方呢还调取了当天的监控录像显示，2016年4月21日下午3点左右，冷梦梅和朋友在悉尼科技大学的主楼前告别。下午3点，他到商场里面去购物。下午3点50分，他走进了圣詹姆斯地铁站。下午4点30分，他从肯斯镇车站出站。下午4点42分，公寓大楼的监控拍到了他回家的身影。当天晚上10点，他和外地出差的姨妈通了电话，互道晚安。到了午夜时分呢，他又给自己的雅思老师发了一条信息，感谢老师让他担任助教。这也是他在这个事件里留下的最后一条信息，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。警方提出，就在张访和巴利特报案的前一天，在喷潮口发现了一具亚裔的女性遗体，身高、体型等特征呢都和冷梦梅非常的相似。2016年的4月29日，经过 DNA 比对，警方确认了喷潮口那边打捞上来的女性遗体就是冷梦梅。冷梦梅，四川成都人，失踪的时候是25岁，父亲在汶川大地震当中呢不幸去世。冷梦梅和自己的母亲张梅相依为命。冷梦梅性格阳光开朗，热爱生活。高中毕业之后呢，考入了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。2011年，冷梦梅到澳大利亚留学，并临时住在姨妈张访的家里。2015年，冷梦梅在悉尼科技大学毕业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开始奋斗了。冷梦梅呢，在澳洲立住脚跟之后，就打算留在澳洲。于是呢，母亲张梅就卖掉了老家的一套房子，作为首付，为女儿在澳洲买了一套房产。一同入住的呢，还有姨妈张访一家，包括张访的丈夫巴利特，还有张访的2个孩子。他们呢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5口之家，大家都相互照应的生活。姨妈张访离过1次婚，后来呢和巴利特相识并且结婚。结婚的时候，巴利特只有22岁，而张芳已经是43岁的人了。2个人年龄相差比较大，相差21岁。巴利特之前呢是一名 IT 工作者，在2011年和张访结婚之后呢，他就辞职了，并且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，而且呢一直没有打算在外面再去找工作。2016年的4月21日，姨妈张芳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出差4天。4天之后，也就是4月25日，张芳回来后没有见到过侄女冷梦梅，并且呢，冷梦梅的电话一直是打不通的状态。而姨父巴利特声称呢，4月21日晚上，他和冷梦梅一起吃了沙拉，然后呢看了一部电影之后呢，就各自回房睡觉了。第二天醒来之后呢，就没有见过冷梦梅。巴里特说，冷梦梅在这段时间呢，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一名男友，2个人经常出去玩。毕竟呢，冷梦梅已经是25岁了，所以呢，他也没有太在意。张访出差回来之后呢，连续4天都没有冷梦梅的消息，于是呢，张访和丈夫巴利特就来警局报警了。没想到呢，最终得到了冷梦梅已经遇害的消息。那么到底谁杀害了冷梦梅呢？
冷梦梅最后出现的那天是2016年的4月21日晚上。当天呢，表弟因为护照原因已经暂时回国了，表妹因为一场派对当天在外面过的夜也不在家，姨妈因为出差不在家，所以呢家里就只剩下冷梦梅和姨父巴雷特2个人了。根据以往的经验呢，警方就把巴雷特列为了重点怀疑的对象，并且开始收集证据。冷梦梅的表妹呢还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。2016年的4月22日，也就是冷梦梅失踪的第2天，表妹和朋友约好到外面吃晚餐，想要先回家洗个澡打扮一下。回到家之后呢，没有看到冷梦梅，但是看到冷梦梅的拖鞋放在门口，所以呢，他以为表姐是回家之后又出门了。表妹和冷梦梅住一个房间，她的房间里面有专门的浴室。刚想进入浴室的时候呢，发现浴室里有人，敲门之后呢，里面传来了巴雷特的声音。当时表妹赶时间也没有多想，然后就到其他浴室里洗澡，之后打扮收拾完之后呢，发现巴雷特还没有出来。表妹当时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家里呢还有其他的浴室，巴雷特没有必要使用2名女孩房间的浴室。姨妈张访呢后来也给提供了一个线索啊，张访说她出差回来之后呢，发现侄女的房间好像被刻意的打扫过，清洁剂瓶子几乎都空了，侄女的床单呢也被清洗过，另外呢家里还少了几样东西，几条毛巾，一卷黑色的胶带，还有一个大行李箱都不见了。更可疑的是，警方排查从冷梦梅家到抛尸地点的沿途监控时，发现了巴雷特的白色轿车。4月24日的凌晨3点37分，巴雷特在肯斯镇的一家加油站停车，购买了一瓶饮料。4月24日的早上7点27分，他的车通过太平洋路进入了海岸边的曼布拉国家公园。3分钟后，巴雷特的手机连接到了曼布拉湖公园的电信塔。以上的这些证据只能作为间接证据，巴雷特一直否认自己是作案的凶手。于是呢，警方申请了搜查令，开始对巴雷特的房间以及私人的物品进行仔细的检查，终于找到了线索。警方恢复了巴雷特手机里被删除的一些信息。警方发现，巴雷特在2016年的4月24日用手机拍摄了7张喷泉洞悬崖以及水域的照片，而70分钟之后呢，冷梦梅的遗体就被人给发现了，时间和地点都非常的吻合。另外呢，警方还在巴雷特的手机里发现了令人震惊的视频。巴雷特从2014年到2016年对冷梦梅和陈小姐进行过偷拍，陈小姐就是姨妈张访的女儿，也就是巴雷特的继女。2014年9月，巴雷特将手机放置于家中的公共浴室内，镜头对准了淋浴区域。之后呢，他的继女陈小姐就进入了浴室，她洗澡和更衣的整个过程全被巴雷特录制了下来。2015年的9月12日凌晨，巴雷特潜入了陈小姐的卧室，拍摄她在床上熟睡的画面。巴雷特还站在陈小姐床边做出猥亵的行为。在影片结尾的部分，巴雷特将手指上的粘液甩在了陈小姐的衣物上。2016年的1月15日，巴雷特故技重施，将手机放在了浴室，开启了录像功能。不久之后，冷梦梅进入了浴室，脱衣、洗澡、更衣，整个过程都被手机拍了下来。这次录像持续了超过33分钟。2016年的1月27日凌晨，巴雷特进入了冷梦梅的卧室，拍摄她熟睡的画面，并且同样做出了无耻的行为。这位姨父巴雷特不只是对冷梦梅有想法，甚至对自己的继女也进行了偷拍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巴雷特对亚洲女性有着变态的幻想，这就是一名衣冠禽兽啊！2016年的4月29日，警方正式逮捕了巴雷特。2个月之后呢，2016年的4月29日，悉尼保活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个案子。法庭上，检方提供了巴雷特手机上还原出来的照片和视频，其中包括4月22日巴雷特拘禁冷梦梅拍摄的10几张照片。照片中，冷梦梅被捆绑着，其中有一张露脸的照片当中可以看出来他当时非常的惊恐。面对这些铁证呢，巴雷特承认自己杀害了冷梦梅以及将她囚禁的罪名。但是呢，他说自己当时服用了大量的违禁品，行为不受控制，对于案发当天发生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。这一说法呢，遭到了检方的驳回，因为他在抛尸路上购买饮料的时候被监控给拍到了。监控录像当中呢，可以看出当时他的精神状态没有任何问题，并且呢，案发之后巴雷特清理现场、抛尸的整个过程非常的有条理。很显然，巴雷特只是为了减刑而编造了谎言而已。
巴雷特自始至终呢都没有详细的说明囚禁并杀害冷梦梅的作案细节。由于遗体在海中浸泡的时间比较长了，无法判定是否有过性侵，强暴罪并未成立。2017年的12月，巴雷特因为谋杀等多项罪名被判处46年的有期徒刑，34年6个月不得假释。当时呢，所有人都以为这是这个案子的最后的结局了。然而，案发3年之后，新的证据神奇的出现了。2019年的11月，一位悉尼的女性看望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的时候呢，发现母亲不知道在哪里捡到了一个 U 盘。好奇心的驱使之下，她把 U 盘插进了电脑。U 盘里的内容让她十分的惊恐，里面存有9段视频和13张照片，清晰地记录了巴雷特对冷梦梅实施性侵和杀害的完整的全过程。这个 U 盘的出现，坐实了巴雷特强暴罪行。这个案件呢，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2021年3月，新南威尔士州法院重新开庭，法庭上，冷梦梅的母亲张梅痛哭流涕。他恳求法官根据新的证据来重新审判巴雷特，但是法官指出如果当年有这个证据的话，巴雷特应该被判终身监禁。但是澳洲呢有一事不二审的法律原则，同一个罪名不能被审判2次。最终呢，巴雷特仅被加刑2年，总刑期变成了48年，36年半不准假释。回顾整个案件，巴雷特常年不工作，好吃懒做，吃软饭的同时，心里还变态竟然对自己的侄女下手，甚至还偷拍了妻子的女儿。表面上温文尔雅，内心却是变态的恶魔。而受害者冷梦梅可以说她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，但是她的生命永远被定格在了25岁。现在呢，冷梦梅和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希望她在另一个世界再也没有恐惧，能够得到安宁。